有一个地方，一起哭，一起笑，一起闯，找到信任加上陪伴。沿途也许会有挫折，有失落，有迷茫。假使无论走多远，心里都能够取暖。 雷啊！你回来干嘛？我帮你倒杯饮料，你要慢慢聊。什么意思？我想搬回来住。搬回来？ 这阵子我害血严重，根本没办法工作，只能把公寓整间租出去。要不是没有别的办法，我也不会回来找你的。这家是你先不要的，你还有脸要搬回来啊？我知道以前是我对不起你，不过这个房子我也有份的。我不只是暂时住一段日子。 只要身体状况好一点，我找到工作，我马上离开。我不会死赖着不走的。哇，你真的一点都没变，还是那么的自私。你记得你离开的时候，你有多嚣张吗？卢克斯不是可以给你所要的一切吗？他不是可以给你最需要的安全感吗？这里没有你需要的东西。 滚！袁平，你不要再说了他。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做的事负责。他现在有多惨都与我无关。梁，你没事吧？痛，很痛。你感觉怎么样？哎呦，好一点了吗？现在没事了。啊，那就太好了。刚才我很担心你。医生是怎么说呢？他说胎儿还不太稳定，要我多休息。这几个月，你应该很辛苦吧？ 这是我自己选的，你不用同情我。为了我的孩子，无论多么辛苦，我一定会撑下去的。文平，不如我们让李奥回来住，反正客房也是空的。不可能。可是他大着肚子，大肚子是他的事，孩子又不是我的。不要这样说。医生说他的胎儿不稳定，不要再刺激他了。孩子是无辜的，而且。 李奥要回来住，也是理所当然的。你们还没有正式离婚，这间房子一半也是他的。是不是他给你钱叫你帮他说话？没有，我只是觉得，既然他开口了，一定是逼不得已的。而且现在大 boss 也让你回去上班了。 你一整天都不会在家里，也不会碰到他，好不好啊？你们想怎样就怎样了。
丽敏，你看，我已经可以赤着脚站在沙滩上了，而且我还站了很久，我没有浑身不舒服，是不是已经证明我克服了 OCD？ 算了，不要再折磨自己了。丽敏，我不是虐待我自己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所以我才更加要努力克服我的 OCD。坦白跟你说吧，我要你这么做不是为了你，是为了我自己。我的身体状况会越来越糟，以后甚至不能自理，到时候会很脏，我的生活起居都需要人家帮忙。我要你克服 OCD。 是我自私，希望以后你能照顾我。要是你做不到，其实没关系，你根本没有义务这么做。我可以的，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可以做得到。勉强是没有幸福的。我们到此为止，是最完美的。至少以后我们不会互相抱怨。 我不想在你眼里，我是一个负担。那你是不是认为我应该接受当初我跟你提起去法国的工作？你是不是觉得我也应该去？你知道我一向以事业为重，有这么好的机会。 我觉得你应该好好把握。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我一直强忍着不要问你这个问题，因为我一直都很期待有一个不一样的答案。我是一个没未来的人，我能给你什么答案？ 润润头吧，谢谢。好好表现，不要紧张哦。我是老将了，怎么会紧张呢？那位新手才会紧张吧？你好，你好。第一次参加比赛啊？嗯，是不是很紧张啊？我现在手脚心都在冒汗。没事没事，放轻松。第一次参加比赛，得失心不要太重，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，啊，就当做积累经验吧，哦。嗯，好，谢谢前辈。还有啊，待会表演的时候呢，万一观众没有发出什么笑声，千万不要紧张，不要慌张，继续专心表演 ，OK？ 好。待会儿呢，让你先上场，免得你看了我表演之后影响你的信心啊。好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替我想的这么周到。哎呀，你都叫我前辈了，当然前辈要照顾后辈的嘛，啊，没事没事，加油加油，好，加油。今天是我第一次参加比赛，有一点紧张，我感觉我的嘴唇都在颤抖。哎，那位漂亮的小姐，戴着口罩的那位小姐，我可不可以把你口罩抢过来戴在我脸上啊？哈！我跟你讲，说到口罩啊，我就气啊！前阵子我买了很多的口罩。结果现在不需要戴口罩了，对不对？我家里的口罩比我家楼下的野草还要多啊！对，但是野草不同啊，对不对？口罩是要钱买的。我在想，我是不是不适合讲脱口秀？那个新人第一次参赛就拿了第3名，而我连个安慰奖都拿不到。刚才还一副很有经验的样子，鼓励人家。现在想想，我才是那个最大的笑话。你也是一片好意，我相信他一定会感激你的。我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去准备，为什么还是失败呢？
你也觉得我的故事很好笑，对吗？为什么那些评审都不懂得欣赏的呢？这些年，你参加过几次比赛呢？至少都10多次了吧。那你真的一次都没有赢过吗？既然你参加过这么多比赛都没有拿过奖，不如你把时间花在别的事情上，或许对你更有意义呢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不应该继续讲脱口秀啊？我只是觉得你很努力，不过有时候在表演方面是要一点天分，或许你的天分就比别人差一点点呢。所以你也觉得我讲的不好笑啊？不是的，我正是被你逗笑了，不过我的笑点比较低。我觉得好笑，别人或许不觉得好笑呢。这是现实。我不希望我的鼓励一直给你假希望。可是你不是一直都很支持我的吗？为什么？我不是不支持你，我只是觉得或许这样对你比较好。原来我真的不适合讲脱口秀啊。让我来吧。哦，谢谢。今晚有没有空啊？要不要一起去公园跑步啊？我很久没运动了，你看游泳圈大了这么多。你真的没事啊？我会有什么事？昨天比赛后跟你说的那些话，好像让你很难过，对不起啊。没事啦。坦白说，昨晚我是有点介意啦。不过后来想想，你也是一番好意啊。如果我还怪你的话，我就真的名副其实的好贱了。你能够这么想就好了。其实你早就该告诉我了，那我就不必那么辛苦，整天去想那些脱口秀的段子。你看，头发都想到白了。哎，我帮你把碗碟擦干。怎么，找我有什么事啊？我是来跟你处理叔叔遗产的事，你可以不要再逃避了吗？我当初不是跟你说得很清楚吗？我不要他的遗产，你怎么又来找我啊？你真的想清楚啊？8000万啊！你知道多少人梦想继承这笔遗产吗？你真的不要？你要你拿去吧。叔叔已经走了，你还有什么放不下啊？这是他想弥补你的方法，你忍心拒绝他吗？你现在正在为开发公寓的资金烦恼，你筹了这么多个月才筹了几百万，叔叔这笔钱来的正是时候，这也许是天意，你就让叔叔帮你完成这个梦想，那不是很完美吗？如果你还在死脑筋的话，我真的对你很失望。好，我拿。那就对了。我还没有把话说完，我就拿1200万，其余的钱呢，你就用他的名义把钱捐出去吧。还剩下6800万，你真的要全部捐出去？我剩下日子不多了，我不需要那么多钱。叔叔就是知道你身体的状况，希望你有这笔钱，以后的日子就可以好好过。好日子的定义是什么？有的吃，有的穿，有个家就已经足够了。我要那么多钱来干嘛？我的公益发展项目呢，还缺1200万，我就拿这个数目。
啊，你又来这里干嘛了？我来找中医的。哦，等人哦，就好好坐在那里等了，不要动这个动那个啊，都不知道哦，手脚干不干净啊？啊，喂，中医。哦，你赶不回来啊？那没事没事，那我们下次再约好了。好好好，拜拜。你在拍什么？哦，sorry，啊，哦，以为你是假人呢，sorry。透了。好，你这个小偷哦，这次还不被我抓到了？哎，你干嘛放手啊？跟我到警察局了！神经病，放手！你们干什么？放手啊！啊，你怎么会来这里了？他约我来买东西，你干嘛抓着他？他偷东西哦，被我拍到了啦！你看呐、你干嘛要把他偷的钱包买下来啦？啊，你说了，我的手镯是不是你偷的啦？啊，不肯说是吗？好，那跟我到警察局去了，让警察来调查了。你老老实实告诉我，到底是不是你拿的？我的手表也是你拿的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刚从里面出来，难道这么快就想回去？我也没有办法的，可是我真的控制不住。你没有坐过牢，你不知道在里面的感受。在里面除了1天3餐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我有时候我只是想喝一口汽水，跟吃一片饼干都没有办法。那些在外面很容易得到的东西，在里面就是遥不可及。可能这样的日子在里面过得太久了，所以我现在，我一看到一些东西，我就很想拥有它。我知道我偷东西是不对，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。我对不起，我真的对不起你。啊，根本就是借口。啊，照你这么说哦，坐过牢的人都会想偷东西哦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其实很多时候我都很想把东西还给你们，可是我真的没有那个勇气。算了，事情过去了，我们就不要再提了。哎，怎么可以就这样子算的啦？你安静。你答应我，以后你不能再偷东西了，好吗？一定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可是中医那边，放心，会跟他说的。他刚才都说了控制不到自己啊，你还相信哦？他不会再偷东西？我们去找医生辅导，但是你一定要好好配合。我现在马上回去拿东西还给你们。啊，你就是这样子放过他？他根本就是拿坐牢吼来博取你的同情呐！难道要他回去坐牢吗？你看他现在已经很惨了。可怜之人吼必有可恨之处我是觉得吼他这个人人格有问题了。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一直要帮这他了。我有我的原因。什么原因？
啊，又不说哦，啊，不说的话哦，哦，现在马上就去报警。你等一下。其实，她是宝贝的亲生妈妈。放在哪里比较好？哎，放在哪里啊？哎呦，随便啦，放这里可以了啦，方便他们找到啦。那天他们每个角落都找遍，都找不到，放在这么显眼的地方，不是引起他们怀疑吗？都不知道那个女人哦，前世修了什么福了？还要你这个笨女人哦，帮她养孩子那么多年哦，现在哦还要包庇她做坏事，那糊弄你。小心点，你答应我要保守秘密的。如果他们知道的话，你就……好了，我不会说了，这么重要的事情我会保守秘密的。你要记住啊！哎，快点帮我想一想吧。哎呦，就放在冰箱下面就行了啦。冰箱里面呐？对了，这边。里面呐？啊，这可以吗？放进去，你可以吗？啊，这里。你们在做什么？哦。一点泪，一点伤，彼此打气，互相陪伴。有一个地方，一些事，一些梦，一些晚，值得永远收藏心上。沿途也许会有挫折，有失落，有迷茫。假使无论走多远，都要回去的地方。如果不经意间暂时卸下了所有心防，是否有些话你一直想讲？哦，也许他不太擅长表达快乐悲伤，感动却从未大洋一直流淌。